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241.81， 收盘价是 238.77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42.79， 最低价是在 232.34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8308.71 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25 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缩小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向下突破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即上行，在5日均线值附近是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出现了大幅的下跌。下方呢是在232这个地方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呢股价在盘中是震荡上行，那么再次遇5日均线值而出现下行，最后收盘价呢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，那收盘价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成交量我们会看到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，那说明当日在盘中股价出现大幅下跌的时候是有买盘来支撑的，也就是有多头力量进入的。那下方正好是我们会看到是在232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。那么在前几次视频我们多次提到过，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它的最低232是强支撑。那么在10月10日盘中，我们会看到股价下行是测试了这个强支撑。对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得到支撑之后，然后收盘价呢，我们会看到又回到了前低，也就是238的上方。那留下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。对，那这样的 K 线的线型我们通常把它称作叫锤子线。锤子线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它是叫做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当日在盘中既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出现了止跌。那么这个止跌的信号需要确认，也就是日后股价要站上这根锤子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43，才能够确认止跌成功。对，那么我们还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有新低的出现。那出现新低呢，也就是说虽然收盘价是在238上方，在前低上方，但是呢当日是有新低的出现。那对于目前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来看已经出现了底底低，因为上方已经有了头低，所以这根 K 线虽然是出现了反弹，日内出现了反弹，有多头力量进入，但是生成这样一根 K 线也就确认了这个空头趋势。那么这个空头趋势我们指的是自9月30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。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空头趋势被确认之后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或者说是1-2个交易日，股价不能够站上243，也就是说确认这个止跌，那么股价呢在后续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所以目前看这根锤子线的最高243
应该是股价反弹的强压力，这个地方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46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240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对，而实际在10月10日收盘价是在238.77，出现了横盘向下。那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和实际发生的横盘向下，虽然说是在点位上相接近，但是性质不同。所谓性质不同，就是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，而实际发生是收盘价跌破了前低。那对，同时呢，我们说走势呢也是不同的。对，因为我们预测的走势啊，并没有会去测试232，而实际是当日 K 线是测试了232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股价预测的回顾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1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的走势。那在10月10日出现了这样一根锤子线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那日后股价上行的目标，现在我们要调整一下。第一个目标，由于现在已经确认了空头趋势，那么第二个头已经出现，也就是在10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51这个地方，我们取整数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会看到，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啊，目前除了各条均线值以外，我们刚刚说了这根锤子线的最高243，还有呢，就是在10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48附近。那这两个位置将是股价到达251之前的强压力，因为这两个是重要的标志位。好，那么265如果能够被站上，那么将会瓦解自9月30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。那当然，股价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这个265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它将是我们说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是265。好，那么265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第三个目标现在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，251是第一个目标。我们刚刚又把这个水平线调回去了，我们再调回来。好，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。
好，那么第一个目标251如果能够被站上，将会瓦解这个空头趋势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站上265， 265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将会继续向上，是271。好，这个线又乱了，我们之后再来调整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啊，我们会看到，虽然现在有新低的出现，但是呢，我们由于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前低，所以这个238仍然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么目前我们说到达238的这个支撑位呢，应该是没有了，就是238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支撑位。好，那238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那么其实我们说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是暂定在下方的这个203这个位置。对，因为如果238如果被跌破啊，实际上这个位置将成为股价的一个新的下行的目标，但是呢，取决于股价次日的走势。所以对于现在来说，第一个目标是238，第二个目标呢是203。那么在到达203之前，目前232这个位置啊，它依然是一个支撑位。对，好，那么第三个目标呢，就是下方的182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日后的上行和下行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日 K 线实体部分的最低，是在241附近。那么在盘中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在它的可以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10月11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，我们给出是在240这个位置。240呢，我们取的是这根锤子线实体部分的中线。我们来下移这条水平线。好，我们取整数240。那也就是说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这个这根，也就是在240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能够出现继续反弹的走势，然后呢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或者站上这根锤子线的最高243，对，才有这样的可能。但是如果在盘中股价是在240下方运行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继续下行，去跌破238这个目标位的，然后也很有可能再次去测试232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说明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35%的多头仓位，那其中之前呢，我们是在10月1日这个位置，我们是给出了停利的这个技术上的操作，也就是在258这个地方停利出场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又给出，如果不想停利出场，想继续持有做多呢，我们之前一直是守238这个位置。我们曾经在10月4日还有5%的加仓，在这个时候是30%，在10月4日又加仓了5%，所以我们目前是35%的仓位，成本价目前是在239.5附近。那么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这个240，或者说是守238。目前到了10月10日，收盘价是在238.77这个位置。那么股价呢目前还没有跌破238，所以这个仓位应该是继续持有的。那在这个位置
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虽然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而且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，这是一个反弹的信号，也就是止跌的信号。但是呢，目前这个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，所以在技术上，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做多的。那么这个仓位我们到了10月11日，我们要给的止损位仍然是238。当然，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损失呢，就是更大的风险呢，也可以守232。对，但通常一般跌破238之后啊，应该是即刻出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43这个位置，还有就是251，这是刚才我们调整的第一个目标。好，那么他们现在的目标，空头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32，因为跌破这个位置再次出现新低，实际上也就瓦解了这根上涨的突破的这根 K 线。那这根 K 线我们也会看到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。对，一旦它的最低被跌破呢，我们会看到，那么这一波涨幅就彻底被瓦解。对，所以空头的目标一定是232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1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40对一直到242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可以把那个前一日 K 线最高243合并进来，也就是从240一直到243，这是第一个压力区间。第二个压力区间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是从245在这个位置一直到247。对，那么它也包括前高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250到251，是在这个区域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上方的压力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依然是238，第二个支撑是232，第三个支撑是210，是这根红 K 的最低，在这个位置，这是第三个支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9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47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收盘价会收在245附近。对，那出现这样的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甚至是下行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0，也就是这个观察位，然后呢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34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价会收在23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